妈妈超级爱占人便宜，家里吃的、用的，不是捡的，就是骗的。明明有手有脚，可以吃穿不愁，她却依然坚持坑蒙拐骗，只为给啃老的哥哥好的生活。我几次劝说，她都当成耳旁风。直到过年，妈妈捡回来的炮仗炸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大年初一醒来就看到令我窒息的场景，妈妈穿着我给她新买的衣服，抱着一堆堆烟花爆竹的残渣。我慌忙冲上前去，想轻轻接过来，走至跟前，就被突然溅起的灰尘扑了一脸。看着瞬间失去生气的红色大衣，我对新年的期待降至冰点。妈妈总是这样，在我充满希望的时候，迎头扔来垃圾，将我砸醒。妈，大过年的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，别捡垃圾了？再说了，炮仗是有安全隐患的，万一里面有哑炮。一连串的抱怨没有唤醒母爱，唤醒了沉睡中的哥哥。嚎丧呢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听到哥哥不满的声音，妈妈无声地瞪了我一眼，完全不听劝告地将炮仗拿进了厨房，重新收拾过衣服，打理好自己。我赶去厨房帮忙，妈妈还记着刚才的事情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：少乌鸦嘴，从小到大你嘴里就没句好话，要不是亲生的，真想打死你。你哥哥那套房不就是靠我捡垃圾捡出来的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什么都拿钱买，大手大脚的，不会过日子，活该嫁不出去。从小到大，这样的嘟囔我听过上百遍。什么捡垃圾，说的好听，就是出去各种占人便宜，吃的、用的，能开口问别人要的，绝对不会花1毛钱买。说到底，就是妈妈一刻不停地想要给自己的好大儿攒点家底。我哥哥有这样精打细算的亲妈，可算是享了大福，勉强念完高中就蹲在家中啃老。跟妈妈细细挑选出来的嫂子结婚后也不动弹，生下儿女就扔给爸妈带，自己成天里除了吃睡就是玩游戏。就这，在妈妈口中还是乖巧的好大儿。你哥哥身体不好，哪里能出去受那些嫌弃？他在家上网玩游戏怎么了？顶多费点电，哪里像老孙家那小子，赌博赌的家都败了。我懒得与妈妈争辩哥哥啃老的问题，只埋头干活。看我不理人，妈妈开始冷嘲热讽：我年年都去捡炮仗，几十年都没出过事，你少乌鸦嘴，还记仇呢？陈泽那事不能怪我吧？要说还是你自己不争气，要是早早能怀上孩子，还怕赖不住一个男人？骂人不揭短，打人不打脸，已经快30岁还没成功嫁出去。我的婚事早已成为全家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本来有份还不错的姻缘，就因为我妈捡垃圾的事情黄了。他倒是好意思拿着来开玩笑。大学里多的是向往爱情的学生，因为妈妈捡垃圾的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人际交往。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配不上那样美好的事情，所以一门心思放在学习和挣钱上。陈泽恰恰是在这时闯入我的生活，他与我是校友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父母都是体制内，如无意外，未来都是坦途。唯一一次违逆父母，就是想与我结婚。但在见过我爸妈后，陈泽却义无反顾地选择放弃。家里什么情况，我太清楚了，所以提前1月就请假回来收拾屋子，嘱咐妈妈千万保持好，别捡垃圾进屋，免得到时候引起误会。家里人答应得干脆利落，实际上无人在意，所以我带着陈泽回来，就看到满屋子的纸壳子、5颜6色的塑料瓶子，还有一堆说不清是什么的垃圾。
陈泽脸色当即就变了，却坚持安慰我：“叔叔阿姨太会过日子了，老一辈人就是挺节俭的。”我脑子都是发懵的，完全不知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，可还是隐隐约约觉得不止如此。果然，饭桌上妈妈就开始大肆宣扬自己的捡垃圾理念：“小陈啊，今晚就睡家里，那些被褥啊、睡衣啊什么的，都是阿姨从好小区的垃圾桶里找到的，晒过太阳的，很干净。我们小西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我从垃圾箱捡回来的，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？哈哈哈！哥，吃饭呢，烦不烦？一直吵吵啥？”哥哥不耐烦地打断妈妈的唠叨，惹得妈妈赶忙道歉：“大宝乖乖，都是妈妈不好，你快吃。”身边坐着再熟悉不过的人，我却全程连头都不敢抬，根本不知道是怎么熬过那顿饭的。只知道陈泽在饭后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，也是没人会接受这样的家庭，没人会愿意关注生活在垃圾中的我。我没有怪罪过陈泽，至少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学到了很多受益终身的东西，体验过纯粹的感情。可家里人却不这么想，张口闭口就是说陈泽嫌贫爱富，太物质了。明明是他们的错，却被修饰为一场对人性的试探，多么可笑！若非有血缘的羁绊，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窒息的家。从小到大，因为妈妈爱捡垃圾，我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的唾骂和白眼。可每次提个话头，都要被父亲说是白眼狼，其他人会数落我，忘了老本，连后来的嫂嫂也觉得是我的错。真不愧是妈妈亲自细细挑选出来的人，在我家适应得很好，连垃圾都能包容。说到底，妈妈捡垃圾全是为了自己的好待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。小时候我还不懂，看着妈妈辛勤出去捡垃圾，我主动要求帮忙。妈妈本来不想带我，觉得累赘，但很快她就发现一些叔叔阿姨会主动把东西给我，甚至运气好的时候，里面还夹杂着没有拆封的巧克力和洗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裙子。看着甜甜的糖果，我流着口水提出建议：“妈妈，怎么不让哥哥出来捡垃圾？那样不就有双份糖果了？”原以为会被夸奖，不想妈妈瞬间变了脸色。你哥哥当然不行，他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出来捡垃圾要被笑话的。所以呢，我一个女孩子就可以没脸没皮，和他一起打着捡垃圾的旗号，做着坑蒙拐骗的事情。尝到了甜头的妈妈就更不愿意放手了，从被动等待别人给，演变为主动出击，强行碰瓷。还没上学前，我是没有三观的，只觉得刚开始碰到的人会爱怜地摸摸脸蛋，后来他们眼中就只剩下冷漠和无奈，连同情都没有。上学之后，念了书，懂了礼义廉耻，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做了多么荒谬的事情。那会在学校里，我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但若提起小骗子，大家就会默默看过来。即便我成绩多么优秀，也没有一个朋友。老师曾公开在课堂上表态，有些学生除了成绩一无是处。回家后，我跟妈妈哭诉，拜托她不要再出去捡垃圾，却被果断拒绝。后来，即便是被硬拖着出门，我都开始不言不语，以此来抵抗。慢慢的，倒也不会被逼着去捡垃圾。可我知道自己吃的、用的都来得不那么光明。明明妈妈有手有脚，脑子灵活，可以通过做工养活得起我们兄妹，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占别人便宜？当初我高考成绩出来，可以上更好的学校，但妈妈听说有免费师范生，用跳楼逼着我改了志愿。她还笑着四处宣扬，说我上大学又省钱又占了便宜。
丝毫不考虑我的未来，就像现在，非要去捡存在隐患的炮仗。从没出过事，不代表不会出事。吃过早饭，我就被嫂子拉着出去相亲。本来按着规矩，大年初一是要出去拜年的，但因为妈妈经常将捡回来的垃圾当作节日礼品送出去，搞得亲戚们都不愿意和我家来往。谁晓得收到的东西从哪里来的？自从我大学毕业，自从和陈泽分手，逢年过节就固定成我的相亲日。可今天还没等到人，妈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苏小溪，你是拴神转世吗？好的不灵，坏的都能成真。乌鸦嘴，一大清早就诅咒我，这下好了，如愿了吧？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会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当初就应该扔到垃圾场，叫野狗叼走。不清不楚的埋怨，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莫不是炮仗真的炸了？这时，电话中传来小侄女的尖锐的哭叫声。念儿自懂事起就很乖，从来不会闹成这样。妈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先说正事？我迫不及待打断那边喋喋不休的声音。妈妈停顿了一会，似乎看到了什么，才神经兮兮的小声说：“炮仗炸了，念儿出事了。”果然，担心许久的事情还是成真了。受伤的还是家中并不受宠的小侄女。妈妈还在那边唠叨，我果断挂掉电话，拉着嫂子狂奔回家。一进门，入目就是院中站着的念儿。妈妈在她面前一脸凶狠，远远看去，竟不知她身上是红衣还是血。你跟你姑姑一样，都是赔钱货，大过年的都不让人安生。妈妈边骂边将手中的东西往念儿脸上抹。我夺过来一看，是过期的药膏，8成不知道是从哪个垃圾堆里翻出来的。妈，念儿都伤成这样了，赶紧送医院啊！不要乱抹东西，小心会落疤的。去什么医院？谁有那个闲钱？要不是你的乌鸦嘴！妈妈话还没有说完，嫂子就接过话头，满脸不开心的对着念儿说道：“今早给你换的衣服，就搞成这样，浪费钱，一会自己洗干净。女儿一身的伤，不想着赶紧给她送医治疗，还惦记着衣服，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”嫂子和我妈一样的冷血，看着呆呆站在原地没有表情的念儿，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攥着，生疼。我好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，不管我是摔了、痛了、病了，不也就是这样，没有关心，只有埋怨。家人之间的温情，我只在书中见过。好在我已经工作，能挣钱，不需要再指着别人救赎。我艰难地抱起念儿，带着她出门往医院方向走去，折腾半天才给念儿敷上药。幸好来得及时，她的眼睛里面进了渣子，再耽搁一会可能就会失明，而且全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口。医生边上药边摇头：“你们这些大人就不能看好小孩子？这种伤最折磨人，又疼又痒，很难好。”念儿自始至终都不言不语。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回去给他叫魂的事。小孩子这种情况看着实在心疼。收拾好之后，我准备抱起念儿的时候，他终于发出了第一声：“姑姑，疼！”医生过来拉开我，他身上都是伤口，别抱着了。看着念儿唯唯诺诺小心叫我的样子，我没忍住哭了。回去的路上，牵着念儿的小手，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。这样的家人不如不要，他们是毫无底线的，是完全利己的。快到家门前，我们被一堆看热闹的人挡住了。就在我想掉头换路的时候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：“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就是伤了人不赔钱，没王法了还。”这不是妈妈和嫂子。我和念儿对视一眼，看到了彼此心中的绝望。
此刻只想与他们划清界限。可这么大点的地方，人和人都再熟悉不过。旁边看热闹的邻居一声大喊，阻拦了我们的去路。这不是苏家姑侄俩哟，小姑娘还真的受伤了。稀罕则围观的人都看了过来，眼中没有同情，只有不屑。妈妈讹人不是一次两次，每次都是靠一张嘴无中生有，今个竟然是确有其事，还真是难得。可惜被堵住门的李家人不是好惹的，出来的不是女人，而是7、8个彪形大汉。妈妈和嫂子苦恼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像是被噎住的鸭子。苏大妈，叫你们家男人出来说话，我们不跟妇道人家计较，自己捡了炮仗回去炸了，还敢来找事？别以为你之前讹人无往不利，今个说破天，都别想扣走1分钱。邻居们热热闹闹地议论着，还没开始诉苦就被拆穿。嫂子顿时尴尬在了原地，脸涨得通红。妈妈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。我上前想要将他们劝走，本来就是自己的错，还来找茬，这不是纯讹人。但妈妈有着多年占人便宜的经验，哪里会那么容易屈服？这么一打岔的功夫，她就已经委委屈屈地抹起了眼泪，顺势坐在地上便准备嚎哭。李家人对妈妈的过去是十分了解的，早就防着她这一出。李大叔立刻拿出一盆脏水泼了过来，大过年敢在我们家门口哭一个试试，真当人人都能给你欺负？我一直观察着李家人的反应，看到他们拿盆出来，便拉着念儿往后让了让。嫂子刚想学着妈妈的做法，两人被泼了个正着。眼看着今天是踢到铁板，拿不到好处了，他也不多说，眼泪一抹，便昂首挺胸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我拉着念儿紧随其后。围观的人早就看腻了这一出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指指点点。羞愧的情绪包裹着我，可小孩子还跟在身边，只能尽力维持着不让情绪崩溃。厨房还维持着一团糟的情况。念儿回去之后便蹲下来开始收拾，我强行将他拉回了房子。大锅被炸穿了，飞到屋顶又落了下来，家里又多了一堆垃圾。妈妈和嫂子泄气的各坐一边，哥哥事不关己的玩着游戏。我也不想收拾烂摊子，躲回房间不出门。妈妈见我如此没有眼力见，叉着腰站在我房门口骂道：“一个个的死人啊！一天只知道吃不知道动的，还等着我来伺候你啊！”我捂住念儿的耳朵，努力不让这些话传进他的耳朵。见我们不吱声，妈妈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直到晚饭做好，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地来到桌前，各吃各的。吃完饭后，妈妈终于收拾好了心情，又哼着歌开始收拾自己的那堆垃圾。忍了忍，我还是想最后劝阻一次：“妈，能不能别出去捡垃圾了？今天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”念儿话刚起了个头，我就被扔过来的东西砸中了头。天天让我别捡垃圾，你养活一家老小吗？哥哥都快40了，该出去找点活干了。以后2个孩子上学怎么办？你能养他一辈子吗？我怎么不能？大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们就算是饿死，也不沾你的光。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凑巧？是不是你动手脚了？不然炮仗怎么那么巧就炸了？虽然不止一次感受过我妈的蛮不讲理，但没有想到她的想象力竟然如此丰富。要是人人都能将炮仗搞得炸起来，那世界不早乱套了。我真是自讨苦吃。妈妈像是找到了发泄的出口，开始异想天开。好啊你，难怪刚才拦着我不让找李家人的麻烦，原来是出内鬼了。什么内鬼？嫂子不解地问道。听完妈妈的解释，她眼神闪了几下，假笑着说：“不可能的事，小希是最疼念儿的。妈，
你真的是多想了。说着还扯了扯妈妈的胳膊，示意她暂时别开口。要是换个外人来，不知道的还当他们是亲母女。也是，从小我就看不惯妈妈的举动，一心只想考学、工作，离开这个家。嫂子不一样，她嫁过来后与妈妈相处和谐，两人算是扣到一起了。只是她向来与我面和心不和，今天竟然会违背妈妈的意思，向着我说话，莫不是又有了什么新的算计？想到这里，我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这个年过完，就带着所有重要的东西离开，以后能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否则早晚有一天要被拖到泥坑里。原本对我不闻不问的妈妈突然变了，嘘寒问暖不说，还开始惦记我工作累不累，住的房子好不好。小希呀，之前好几次打电话，你都说在加班，现在是不是升职了？等过完年就把租的房子退了吧，给你哥哥城里买的房一直空着，先住着，一家人就该互相帮助不是？思量会儿，我突然理解了妈妈说什么关心，说什么一家人就要互帮互助，不就是想要打探我的家底，好贴补给哥哥。我假装没有听懂，试探了下，妈，哥哥都结婚了，我作为妹妹哪能白住他的房子？说出去多不好听，还当我占人便宜呢。果然，妈妈突地变了脸色。苏小希，你有没有心？还想白住？省省吧！你妈我一辈子占人便宜，还想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我老了，你也工作了，以后每个月上交3000养老费，少1毛我就去你们公司闹，看你还要不要做人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同样是他的孩子，就因为哥哥是男孩，就能享受无条件的包容。作为女儿，我只能当工具人。妈妈原本还想装一番慈爱，奈何我已然看穿她的把戏，干脆破罐子破摔。嫂子直接过来硬抢，哎，你这件新裙子不错，我明天回娘家要穿，把你粉底、口红和香水借我用用。不给，谁家小姑子跟你一样抠？明明这是我住了快30年的地方，在嫂子口中却成了占便宜的外人，话里话外都是一副我占了他们便宜的意思。女孩长大就是没有家的，若自己不能挣得片瓦遮风挡雨，那余生都是在漂泊。妈妈和嫂子就是受害者，却充当施暴者，将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倾泻而出。无论他们是走强硬路线，还是怀柔政策，都被我断然拒绝。短短几天，家中的关系降至冰点。我一直劝自己再忍忍，过几天回去上班就好了。可他们哪里会给我留活路？所谓的至亲之人，还不如外人。连着几天，我晚上都不敢好好睡觉，手机始终握在手里，担心他们想要钱想疯了，到时候出昏招，将我带回来的东西洗劫一空。他们看我不松口，渐渐又恢复了漠不关心的常态。要说变化，就是嫂子从娘家回来后，笑容更多了，在家里待不住了。我想着多买点家乡特产带给同事们，毕竟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出门的时候，却发觉邻居们看我的眼神中透露着奇怪，以前是漠然中带点同情，现在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厌恶。我不管走进去哪家店，老板在干什么，都会放下手中的活，对我寸步不离。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碰见李大叔。他盯着我半晌，似乎犹豫了下，还是上前问道：“苏小希，外面都传言说爱占便宜的其实是你，你妈都是为了女儿才装出那副嘴脸，我咋不信呢？当天你对小侄女的维护可不像是假的，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？”最后一眼，他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可这一番话却让我内心掀起滔天巨浪。
细细打听一番才知，原来现在都说我才是罪魁祸首。这么多年，妈妈都是装出来的幌子，不过是爱女心切，侄女出事，便是我嫉妒小孩子得宠，故意下毒手，肯定是妈妈和嫂子干的。他们是疯了吗？抹黑我就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成？难怪嫂子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难怪所有人看到我都像是看到病毒一般。此时我恨不得冲回家和他们同归于尽。李大叔看着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，一瞬间便明白过来，大嗓门地骂道：“我呸！他们真不是个东西！从小到大，我都只想着逃避现实，读书，然后离开糟糕的家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一步步打破我的认知和底线。这次本来也是一如既往的想要躲开，可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念儿出事便是警钟，他们是不会改的。现在是为了大哥一个人，将来念儿还会有弟弟，世上又要多一个祸害。与其看着他们没完没了的作孽，不如主动出击，给大家一个痛快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住内心的羞耻和激动，向李大叔提出合作。上次我就发现，有时候武力值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，对付无赖就要用无赖的方式。李大叔犹豫一会，干脆地答应下来。苏小溪，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读书好啊，是个有大出息的姑娘，不能被那堆垃圾拖垮。有啥想法直接说，我配合你。我将想到的方法告知。这么多年，虽然妈妈做了很多让人恶心的事情，只是到底没有真正作恶。大家虽然难受，却也没有办法制止。可我知道，但凡有一点可能，妈妈都不会放过占大便宜的机会。她法律意识淡薄，哪里知道有些东西捡到不还，是要进去受教育的。回去之后，我僵着脸，一副受伤的表情，成功取悦了妈妈和嫂子。苏小溪，这次的事情给你个教训，以后要晓得家里人的重要性。嫂子一字一顿地说道，等着我求饶。顺着他们的心意，我主动认错，并表示要请一家人去附近的民俗村游玩。妈妈和嫂子假意推辞了下，欣然答应下来。哥哥虽然不乐意掺和，但在我许诺给他游戏充钱后，勉强答应出去一趟。至于念儿，被我刻意留在家里，没人提起，没人在意。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，我假装肚子不舒服离开了一会。妈妈、哥嫂在原地不耐烦地等着，他们嘴里抱怨不停，直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大爷路过时摔了一跤，三人才猛地发出爆笑声，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。即便离得很远，我都能看到哥哥嘴里骂出的那句老不死的。可等到大爷好不容易爬起来离开后，他们三人的表情却突然变了，东张西望了一会，看到附近没有人，又抬头四处看看，应该是在找摄像头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和东西。三个人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。妈妈和嫂子手挽手望风，哥哥趁着绑鞋带的功夫，迅速将地上的一个纸袋子捡起来，揣到了怀里。看到事情果然如我预料的那样发展，舒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内心又浮起些悲凉。或许我也是和他们一样冷漠的人，和同样躲在暗处的李大叔打好招呼。我回到约定的地点，死丫头，就你事多，是要把全家人冻死在这里吗？磨蹭啥？还不赶紧走！不想花钱就直说。接下来游玩的时间，他们三人明显的心不在焉。哥哥很快就喊累，不愿意动了。妈妈和嫂子也同意早点回去。念儿还在家呢，她那么小个人，该害怕了。咱们早点回去吧。多虚伪呀！既然那么担心，出来前怎么不见提起？家里的气氛这几日莫名的和谐，
哥哥玩游戏没有骂骂咧咧，嫂子说话也不含枪带棒。最稀奇的是，妈妈已经几天没有出去捡垃圾了，甚至还有空跳起了广场舞，吓得念儿晚上都不敢一个人睡，跑来我房间。我心疼地搂着小姑娘，悄声告诉她，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学习，真要考上大学，才能摆脱家里这群人。连小孩子都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，偏偏大人们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李家人打上门的时候，他们还不晓得自己犯了多大的事。苏大宝，给我滚出来，还钱！几个彪形大汉边喊边拆着门窗。哥哥慌张地跑出来，点头哈腰的道歉。妈妈和嫂子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人，互相搀扶着。果然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他们也有怕的时候。眼看着哥哥要被打，妈妈战战兢兢出来问：大宝每天都在家里打游戏，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不要乱来。可惜，在绝对的武力值面前，妈妈的狡辩功力只发挥出来一成，无人在意。几个人将哥哥压在地上打了一通，李大叔才慢悠悠拿出来视频，放给他们3个人看。你们偷了这个钱包，还想狡辩？里面有5000块钱，还有价值1万的金首饰，怎么还想抵赖？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齐全，真要被人告了，可就板上钉钉。搞不好他们几人是要进去吃几年铁饭碗的。李大叔好心地给他们科普了一番，哥哥都被压在地上了，还不忘埋怨妈妈和嫂子，都是你俩，非要让我捡，要进去你们进去，我不干。妈妈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慌忙地想要替他撇清干系，跪下连连磕头。时候差不多了，我装着一无所知的样子出来询问。李大叔好心解释了一番，并说要么3倍赔偿，要么就把事捅出去，连带着自家上次被找晦气，定要讨个说法。我连忙道歉并询问可以还账，但是暂时没有钱，可怎么好？李大叔这才勉强提出可以不宣扬出去，但是哥哥嫂子要给他们家的汽修厂打10年工，以此抵债。哥哥听到以后不能打游戏，还要外出干活，当场不干了。妈妈心疼地看过去，又瞪了我一眼，拧着我的胳膊说道：你们看，我家这姑娘还没嫁人呢，要么就拿来抵债吧，不算吃亏吧。现在外面娶个媳妇，彩礼都10万8万的，我们1分钱不要，行不？这话一出，院子里突然静了下来。哥哥沾满了泥土的脸突然迸发出亮光。对，我还有个妹妹小希，哥哥小时候对你还不赖的，咱们一家人就要同甘共苦，不是吗？是，因为没有父亲。小时候我被村里顽皮的孩子欺负时，哥哥也曾替我出头，他的身影在我心中高大过，以至于多年来知道他不争气，我也狠不下心不管。亲情曾经有过，只是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就消弭在空气中。本来被我叮嘱待在房子里不要出来的念儿，跑出来大哭出声：奶奶，不要卖姑姑，要卖就卖我吧。孩童稚嫩的言语戳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。李大叔几人缓过神来，更加坚定了当初的想法，少做点缺德事吧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其他事我们可不干。说完直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契约，拉着哥哥和嫂子摁了手印，一行人扬长而去，留下一院静谧。我抱着念儿回了房子，将身上的钱都塞给他，然后就拉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。回到城里了，我换了工作和房子，和过去的所有人断了联系，考了外地的教师编。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没有人再叫我小骗子。每学期开学第1课，我都会跟孩子们讲
不劳而获的故事，讲诚信的重要，告诉他们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，不要想着走捷径，不要想着占人便宜，那都是不会长久的。后来碰到了一位和陈泽有点像的人，但又不那么像，或许是没有亲眼见识到，在得知我的过去后，他没有嫌弃，没有离开，依然坚定地选择一起携手结婚生子。我都没有告诉家人，只偶尔会给李大叔寄点钱和礼品，感谢他曾经的帮助，也拜托他看顾念儿几分。哥哥和嫂子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去打工了，毕竟李家那几个彪形大汉威慑力十足，儿子在人家的地盘上混生活，我妈再也不敢出去乱来。后来有了小侄儿，念儿在家中越发艰难，他初中毕业后就不被允许念书了。在李大叔的帮助下，离家出走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原本说我会给他提供上学的费用，可念儿坚持给我写下借条：姑姑，我不想做奶奶、爸妈那样的人，成天占人便宜，这些钱是借你的，我会还。孩子到底生活在那样的家庭中，心思敏感，怕我多想，又补了一句：我知道姑姑的好，无法用钱衡量，可心里过不去，只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不要成为占人便宜的人。我欣慰地抱了抱他。念儿学习很好，顺利考上心仪的学校，选择了自己想要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